我只是刚流出一滴大姨妈，竟瞬间让12个兽人燥热难耐，甚至为了得到我不惜大打出手。只因在兽人世界里，来大姨妈就是母兽的发情期。就在我不知如何招架时，一头狼王强行一步来到我的面前，可他不是来伤害我，而是要保护我。只见他转身冲向为首的猎狗。洛林，回去当你的狼王，别多管闲事。被称作洛林的狼王并没有说话。在睁开眼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原始森林里，10几头猎狗兽人将我团团包围。如果不尽快解决他们，我将成为他们的猎物。为了从这里逃出去，我四处张望寻找逃生的方法。为首的猎狗兽人舔了舔嘴唇，好漂亮的银狼妞儿，兄弟们，撕碎它，它的肉一定很鲜嫩。猎狗们蜂拥而上，我凭借狼的战斗本能闪躲挥爪，但它们数量太多了，一只猎狗从背后扑倒我，张开血盆大口咬向我的脖子。就在那腥臭的獠牙即将刺入我皮肤的瞬间，一道金灰色的闪电从天而降，砰的一声，扑在我身上的猎狗兽人飞了出去，整个猎狗群都静止了。一头巨狼兽人缓缓从阴影中走出，身形健硕，充满了原始野性的力量感。猎狗头领的声音在发颤：洛林，回去当你的狼王，别多管闲事。洛林，他是洛林，这个名字勾起我前世无数的回忆。望着身侧这个已经愈发成熟的面庞，前世洛林对我一见钟情，为了追求我，在我洞口苦守3年。可惜我当时满脑子都是陈烈那个男人，于是拒绝了洛林。蒂娜，你既然敢拒绝我，情人做不成，那我们以后再见面就是敌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没想到上一世的那个稚嫩的小狼，现在竟然成了狼王。只见洛林身影快得像一道闪电，不过几个呼吸之间，10几头凶残的猎狗兽人全部变成了地上冰冷的尸体。他甩了甩爪子上的血，迈步向我走来。我将在原地动弹不得，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比猎狗群加起来还要强烈。我想起洛林说过的，再见面我们就是敌人，他会杀了我的。相较于猎狗，他才是那个让我更危险的存在。果然，他低下头，张开了那足以咬碎一切的血盆大口。我认命地闭上眼，死在你手里就当报之前的情债了，我认命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预想中的剧痛没有传来，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热轻轻含住了我的脸颊。我震惊地睁开眼，这是狼族最高级别的求偶示爱，是雄狼对伴侣的认定。这怎么可能？洛林竟然还喜欢我！在我目瞪口呆的时候，他起身示意我跟他走。我跟着他穿过密林，来到一片开阔的山谷。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兽人聚落，是上一世我们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和我们一样矫健的狼兽人，他们看到洛林，纷纷低下头颅，露出敬畏的神情。然后他们看到了我，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带着好奇审视，还有敌意。人类的恶臭味儿！一个毛发灰白、拄着骨杖的老狼兽人从狼群中走出，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浓烈的厌恶，手中的骨杖重重顿的。王他已经被赶走了，不能再回来了。王他已经被赶走了，不能再回来了。他身上有我们宿敌的肮脏气息。我心里一紧，上一世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是很难再被他们接纳的。洛林将我护在身后。穆长老，他和之前不一样了，他是我的人。穆长老脸色涨成了猪肝色。穆长老，您别生气。一个娇柔的声音响起，是阿雅。王只是一时被他迷惑了，或许他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坏呢。我们不该这么快下定论。我能感觉到他看洛林的眼神充满了爱慕，这看似在为我求情的话，实则每一句话都在火上浇油。他暗示洛林被迷惑，更加深了长老对我的坏印象。果然，穆长老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只见他口中念着古老的咒语，用圣火净化一切污秽。我认识这个咒语，他要烧死我，烧死他，烧死他！周围的狼群开始跟着嘶吼。2个强壮的狼兽人上前，一左一右架住我的胳膊，我被拖向聚落中央一个用石头堆砌的祭坛，手脚被粗糙的藤蔓死死捆住。穆长老将火把扔向我脚下的干柴，火焰轰的一下窜了起来。我闻到了自己毛发被烧焦的味道。洛林此刻竟毫不犹豫地站在我面前，他用自己健硕的后背为我挡住了所有肆虐的火焰。我能清晰地闻到他金灰色毛发被烧焦的气味，能感受到他身体因为剧痛而产生的细微颤抖。前世的奋不顾身换来了背叛和谋杀，这一世竟让我看清水才是真正值得我爱的人，何其荒谬又何其震撼！一种奇异的感觉从我灵魂深处涌起，与上一世我放弃的头顶的这片天和脚下的这片地产生了深深的共鸣。看着火焰即将要我和洛林吞噬，我不自觉地仰起头，我对着天空发出一声奇异的狼笑，那笑声悠远苍凉。洛林，好遗憾啊，我刚认清自己的真心，就要害得你和我都要葬身这火海。滚烫的眼泪大颗大颗砸在泥泞里，下一秒，万里无云的天空竟然瞬间乌云密布，转眼就变成了瓢泼大雨，浇灭了祭坛上熊熊燃烧的火焰。所有狼都惊呆了，他们看着我，眼神从之前的敌视变成了深深的敬畏和恐惧。穆长老也愣住了，他看看天，又看看我，最终不甘地挥了挥手。
既然天意如此，那就让他留下。他话锋一转，指向远处一片险峻的山脉。但是你必须去黑棘山边界狩猎，自己养活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我知道这就是变相的放逐。我挣脱藤蔓，看着洛林被烧得焦黑的后背，眼眶有些发热。我一瘸一拐地走向那片黑烟升起的黑棘山。黑棘山果然正如我预想的一样，名不虚传，这里怪石嶙峋，植被稀疏，连风都带着一股肃杀之气。我花了一整天才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狭小山洞。第二天，我找到了一些可以果腹的浆果。正当我准备返回山洞时，一股若有若无的甜香飘入鼻腔，不对劲，这味道太刻意了。这像引诱剂的东西很快吸引来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黑熊，它双眼赤红，口水从嘴角滴落。以我上一世跟着陈烈打猎的经验，对付这只黑熊简直绰绰有余。我将几根粗壮的藤蔓缠绕在2棵大树之间，做成一个简易的绊马索，然后躲在暗处，学着小型野兽发出几声尖叫。黑熊如我所料咆哮着向我冲来，砰的一声，藤蔓被瞬间绷紧，黑熊被狠狠绊倒，翻滚着摔下陡坡。那头黑熊挣扎着爬了起来，它甩了甩头，更加狂暴地朝我扑来。让我想不到的是，它的体型真的太大了，有5层楼那么大。我被逼到悬崖边，退无可退，脚下一滑，身体瞬间失去平衡，向万丈深渊坠去。蒂娜，一道金灰色的身影闪电般掠过，一把拉住了我，竟然是洛林。他将我护在身后，独自面对那头发狂的黑熊。洛林的身形比黑熊稍小，但他的速度、他的技巧都远胜对方。最终，他以肩膀被抓出3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为代价，咬断了黑熊的脖子。我看着他淌血的伤口，低下头，伸出舌头，轻轻舔舐他伤口上的血迹。这是我们狼族表达感激的方式。他身体一僵，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咕噜声。第二天，洛林让我拖着那头巨大的黑熊尸体回聚落。如洛林所料，当族人们看到我手中这只可以让狼族饱腹1周的食物时，他们很快接纳了我。阿雅的脸色更是精彩纷呈，她极度的快要发狂。夜深了，庆祝食物的篝火燃遍了整个山谷，族狼们自发地将最肥美的肉块给了我。在不远处，阿雅怨毒的目光像毒蛇一样粘在我身上。我看到他将一些白色的粉末悄悄撒进了我旁边一碗鲜红的兽血里，然后端着它朝我走了过来。蒂娜，之前是我不好，我不该怀疑你。他在我面前蹲下，将那只食碗递过来。这是最新鲜的鹿血，为你补充体力，喝了它，我们冰释前嫌。声音甜得发腻，周围的族狼们投来赞许的目光。显然阿雅这番做太滴水不漏，在他们眼中，她是高贵识大体的纯种白狼，而我即便为狼族带来了食物，依旧是个来路不明的异类。我盯着碗里那抹鲜红，我知道此刻如果我拒绝，反而会让狼族更难接纳我，更会坐实阿雅煽动的那些关于我孤僻傲慢不合群的罪名。我抬起爪子转向阿雅，接过那碗兽血。谢谢你，阿雅。我将食碗凑到嘴边，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将那碗温热的兽血一饮而尽。味道很好。阿雅的笑容几乎无法维持，她匆匆点头，逃似的离开了。篝火噼啪作响，族狼们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我终于融入了上一世我拼命想要逃离的地方。突然我感觉一股燥热正从小腹深处像藤蔓一样悄无声息地攀爬上来。那粉末不是毒药，至少不是致命的。我的身体越来越热，皮肤下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爬，一种陌生的令人羞耻的空虚感从骨髓里渗出来。我猛地攥紧了爪子，指甲深深陷入掌心。是发情草，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炸开。这个世界的土著草药，效果比地球上任何一种催情剂都猛烈霸道，专门用于兽人族群中，用来帮助某些生育困难的雌性。阿雅好狠的算计，她不是想毒死我，她是想毁掉我。她要让我在全族面前，在庆功的篝火下，像一头发情的野兽一样丑态百出，失去理智，将我好不容易被狼族接纳的努力彻底白费。到那时，我只是一个被欲望控制的不知廉耻的荡妇，而洛林作为狼王，绝不可能接受一个在全族面前失态的伴侣。我能感觉到洛林的目光，他似乎察觉了我的不对劲。蒂娜，我去方便一下。我不敢看他的眼睛，甩开他的搀扶，踉踉跄跄地朝黑暗的森林深处走去。我恨这种失控的感觉，我死死咬着下唇，直到尝到血腥味，试图用疼痛来维持最后一丝清醒。前面有一个山洞，我眼前一亮，用尽最后的力气扑了进去。我躲在最深处，蜷缩成一团，身体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堵住了洞口，是洛林跟来了。他一步一步地走进来，这气息非但没有让我感到安全，反而像催化剂，将我体内那头欲望的野兽彻底引爆。走，你快走开！我用尽全力嘶吼，声音却软得像猫叫。他没有停下，他走到我面前，庞大的身躯投下的阴影将我完全笼罩。我能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我睁开眼，对上那双燃烧的金眸，我突然意识到，我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对一头正值壮年的雄性首领来说，是致命的诱惑。
我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对一头正值壮年的雄性首领来说是致命的诱惑。完了，我的心彻底沉入谷底。他低下头，滚烫的鼻息喷在我的脸上。我僵硬地看着他，看着那张足以轻易撕碎一头黑熊的血盆大口，缓缓向我靠近。我以为他会像野兽一样粗暴地占有我，然而他只是伸出温热的舌头，轻轻地带着一丝虔诚，舔去了我眼角的泪水。我愣住了。别怕，我在。蒂娜，他低吼着我的名字，像一句古老的咒语。他低下头，温热的舌头舔过我的嘴唇，然后是脸颊脖梗。他用最原始的方式标记着他的所有物，药力再次上冲。这一次，我没有再抵抗，我伸出颤抖的手，抱住了他巨大的脖子。我放弃了挣扎，不是向药物投降，而是向他投降。不是向药物投降，而是向他投降。山洞外月光如水，山洞内是另一场风暴。天边泛起鱼肚白，一丝晨光照进山洞。就在这时，山洞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压抑的说话声。肯定就在这里，我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是阿雅尖利的声音。长老，我亲眼看到蒂娜举止不端，独自跑进森林，谁知道她会不会趁机勾引别的公狼，给我们高贵的王蒙羞。阿雅的声音充满了恶毒的揣测和幸灾乐祸。我眼神一冷，阿雅的最后一击，她带着人来捉奸了。我从洛林怀里抬起头，看向他，他眼中没有丝毫慌乱，只有一片冰冷的杀意。他缓缓坐起身，他想死。他用陈述的语气说。山洞口，阿雅带着几个长老，还有一群看热闹的族狼，堵住了去路。当他们看到山洞里的景象时，所有狼都愣住了。没有他们想象中不堪的场面，没有别的公狼，只有他们至高无上的王和那头银狼亲密地依偎在一起。洛林甚至还体贴地用自己的皮毛将银狼裹住，姿态充满了保护和占有，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理所当然。阿雅的脸瞬间血色尽失，这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王，他颤抖着开口，您和他。洛林缓缓站起身，金色的长发随意披散，眼神像淬了冰的刀子，冷冷地扫过洞口的每一个人。谁给你的胆子带人来窥探我的私事？阿雅的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我只是担心你。担心？洛林冷笑一声，他走到阿雅面前。还是说你昨晚在那碗血里动的手脚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让你很失望？一句话石破天惊，阿雅的脸唰的一下变得惨白，毫无血色。我没有。王，您在说什么？我怎么会害蒂娜？他语无伦次的辩解，眼神却慌乱的四处躲闪，周围的狼群也发出一阵骚动。够了！洛林失去了所有的耐心，他抬起手，锋利的爪子在晨光下闪着寒光。从今天起，他威严的声音响彻整个山谷，清晰地传到每一个族狼的耳朵里。蒂娜就是我洛林唯一的伴侣，未来的狼后。阿雅瘫软在地上，眼神空洞。我从洛林身后走出来，走到他身边，与他并肩而立。阳光照在我们身上，一切似乎都在走向最好的结局。然而就在我以为终于要被狼族重新接纳的时候，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从森林的边缘传来，紧接着一股熟悉的气味顺着风飘了过来，是火药味。另一股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气味钻入我的鼻腔，那是属于人类男性的味道，是陈烈。陈烈，上一世我付出我的所有，结果却换来了你的背叛和杀害。这一世我一定要你血债血偿。洛林仰天发出一声警戒的长啸，嘹亮的狼嚎传遍了整个黑脊山，整个狼群都进入了战备状态。在距离黑脊山狼群领地5公里外的一处临时营地，一个男人正盯着面前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嘴角勾起一抹病态的兴奋。头儿，这是什么东西？狼人吗？旁边的副手看得目瞪口呆，男人没有回答，他眼神狂热，死死盯着那头银狼。蒂娜，你竟然还活着，老天爷真是待我不薄啊！陈烈猖狂地大笑起来，他接着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屏幕上的洛林。还有那头金色的，看到了吗？完美的进化，只要破解了他们的基因，永生力量，这都将不再是梦。传我命令。陈烈的眼神变得阴沉而冰冷。放弃原定计划，目标变更，活捉那头银狼和那头金狼。副手打了个寒战，不敢多问，立刻去传达命令。陈烈看着屏幕上那被洛林护在身后的蒂娜。蒂娜，我的宝贝，你还是那么天真。前世我能让你乖乖听话，这一世也一样。你还有你的新宠物，都将是我的囊中之物。与此同时，在山谷的这一侧，我把上一世对人类的了解和对陈烈战术的推测都告诉了洛林。起初他不以为然，狼族的骄傲让他无法相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们锋利的爪牙更致命。
直到我带着几只狼用最原始的办法制作出了一个简易的投石锁。当一块人头大的石头被高速甩出，砰的一声砸碎了远处坚硬的岩石时，所有狼都沉默了。他们选择相信了我。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是不眠不休，把上一世从人类那里学来的知识简化成兽人能理解的方式教给他们。我让他们在领地周围挖掘更深更隐蔽的陷阱，里面铺满削尖的木桩。我教他们利用藤蔓和弹性好的树枝制作成一个个巨大的能弹射巨石的弹弓。我甚至带着他们开始学着储备食物，将吃不完的猎物用烟熏干，以备不时之需。狼群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敬畏渐渐变成了狂热的崇拜，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除了一个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除了一个人，那就是阿雅。他像一个幽灵一样徘徊在狼群的边缘。自从洛林把我带来之后，他看着我被众狼环绕，看着洛林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从他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我能感觉到他的恨意，但我没时间理会他。直到那天傍晚，我巡视完新布置的陷阱，准备回山洞时，发现阿雅正鬼鬼祟祟地从领地边缘溜了出去。我心中警铃大作，这个节骨眼上，他想干什么？我没有声张，悄悄跟了上去。他在一片开阔地停下，没过多久，两个穿着迷彩服的人类端着枪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我看到其中一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用真空袋包装的东西递给了阿雅，那是合成肉干，是上一世陈烈用来迷惑我的。阿雅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她撕开包装，小心翼翼地舔了一下，随即眼睛一亮，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那两个人看着他，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他们竟然是在交易。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阿雅，他竟然背叛了狼群。3天后的一个清晨，凄厉的警报狼嚎从领地的西侧响起，西侧的林地已经乱成一团，几只负责警戒的公狼倒在地上，身体不自然的抽搐，也没有流血，他们的眼睛惊恐地睁着，嘴巴大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们怎么了？一只年轻的母狼尖叫着扑向他的伴侣，却被旁边的老狼死死拽住。别过去，有古怪！是麻醉枪，别靠近那些管子。我用尽全身力气嘶吼，他们不会立刻杀死我们，但会让我们动弹不得。散开，利用树木做掩护。我的话在狼群中引起了更大的混乱，他们听不懂什么叫麻醉枪，但他们听懂了散开和掩护。然而野兽的本能是迎战，是撕碎敌人。我的命令与他们千万年来的血性相悖。几只血气方刚的公狼无视了我的警告，咆哮着冲了出去。噗噗噗，又是几声轻响，那几只狼应声倒地。我看着那些穿着迷彩服的人类，他们脸上带着猫捉老鼠般的细血，他们不急于进攻，只是用那些黑色的金属管一个接一个精准的点名，享受着狼群在未知恐惧中崩溃的过程。直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人群后方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姿态悠闲。陈烈，你可终于出现了。随即一个冰冷又带着极度贪婪的声音通过扩音装置响彻了整片山林。蒂娜，我的宝贝，之前是我不对，我不该那么冲动。回来吧，回到我身边，只要你乖乖把它引出来，我可以不计前嫌，我们一起研究永生的秘密，到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我剧烈的颤抖，我想将陈烈撕碎。他还在做什么永生梦？不怕遭报应吗？陈烈，你错了。首先，你不该来这里；其次，你更不该再出现在我面前。今天我们之间只能活一个。我的话音刚落，陈烈似乎笑了一下。很好，既然你敬酒不吃罚酒，那就让你看看失去一切是什么滋味。他抬起手做了一个手势，开火不用留活口了，把那头金狼给我打残。噗噗噗噗，比刚才密集10倍的闷响声传来，无数细小的针剂像雨点一样射向我们。撤进密林。混乱中，我看到阿雅，她没有跟着大部队撤退，反而愣在原地，脸色惨白地看着那些人类。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悔恨。一个负责殿后的老狼因为腿脚不便，被一发麻醉针击中后腿，惨叫一声摔倒在地。2个穿着迷彩服的人类立刻上前，用一个巨大的网兜将他罩住。狼叔！阿雅尖叫一声，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那个被叫做狼叔的老狼是看着他和洛林长大的，在族里德高望重。噗的一声，一发麻醉针精准地射中了阿雅的肩膀，他踉跄了一下，却依旧死死咬住网兜，试图将狼叔拖回来。陈烈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把那头白狼也带上，他会是一个不错的诱饵。又一发麻醉针射中了阿雅的后腿，他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走。我催促着洛林，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错综复杂的密林深处。人类的装备精良，但森林是我们的主场。我们撤退得很快，利用复杂的地形和植被，迅速摆脱了人类的追击，但代价是惨重的。清点下来，足足有10几只狼被抓走，还有7、8只受了伤。狼群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每一头狼的脸上都带着悲伤和愤怒，还有对那种未知武器的深深恐惧。这时，木长老拄着一根骨杖，沉着脸站了出来。
这时穆长老拄着一根骨杖，沉着脸站了出来，他还是怀疑我的身份。王，我承认他为族群做了很多贡献，但是他的身份实在太可疑了，谁能保证他不是那个人类派来的奸细？没错，另一只长老附和道，这次的袭击太突然，太精准了，我们西侧的防线是最隐蔽的，他们怎么可能轻易找到？一定是出了内鬼。我冰冷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张脸。你们说的对，的确有内鬼，但不是我。我的视线落在了平日里和阿雅走得最近的几个母狼身上，那几个母狼被我看得心里发毛，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你们难道没发现阿雅不见了吗？我的话让所有狼都是一愣，他们这才想起，从刚才撤退回来就一直没见到阿雅的身影。他刚才为了救狼叔被人类抓走了。一个母狼结结巴巴地辩解道，我们都看到了，他是英雄。英雄？我冷笑一声，你们有没有闻到？最近这几天，阿雅身上总有一股奇怪的味道。阿雅身上总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什么味道？和阿雅走得最近的母狼莉亚反应过来，回答道，一种甜腻的，但闻久了又会头晕的味道，就像今天那些人类身上残留的气味一样。是合成肉干。我将阿雅和人类做交易的事情全盘交代，用化学药剂催化，添加了大量诱食剂的垃圾食品，对我们狼来说是毒药，但对于从小没吃过好东西，又被极度冲昏头脑的狼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陈烈最擅长用这种廉价的诱饵去收买那些愚蠢又贪婪的灵魂，是阿雅把人类引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的指控像一记重锤，狠狠敲在每个狼的心上。他们不愿意相信阿雅那个族群里最高贵的纯种白狼会背叛自己的族群。你胡说！阿雅的闺蜜尖叫道，你这是污蔑，你是嫉妒阿雅，比你更得王的喜爱。我是不是污蔑，你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看着洞外漆黑的森林，眼神幽深。被陈烈抓走，对阿雅来说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他会把阿雅还有狼叔他们当成诱饵，一个一个绑在陷阱最密集的地方，逼我们去救，然后将我们一网打尽。我的话让山洞里的气氛凝重到了冰点。那我们怎么办？穆长老的声音也带上了一丝颤抖。难道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我打断了他，就当然要救，但不是现在，也不是用你们的方式。我转向洛林，从现在开始，我需要整个狼群的绝对指挥权。洛林看着我，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将整个族群的命运交到之前背叛过狼族的人手上，这需要何等的信任和魄力。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要拒绝了。好，他选择了再次相信我，这一次绝不辜负他的信任。我环视着洞内所有的狼，我将上一世跟着陈烈学到的战术知识全部传授给我的族人。我的命令清晰迅速，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这套指令模式是我在前世跟着陈烈的特种狩猎行动中演练过无数次的标准流程，但对于这些习惯了凭本能和蛮力行事的狼来说，却陌生的如同天方夜谭。我们不去救狼叔他们吗？我们不去救狼叔他们吗？一只年轻的公狼语气里满是焦急。用什么救？我冷冷地反问。用你的牙齿去咬穿他们的铁皮车，还是用你的爪子去抵挡他们的火器？你们现在冲出去，除了白白送死，让陈烈的诱饵名单上再多几个名字，没有任何意义。我的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们心中最后一丝侥幸和冲动。我想让他们记住，战争不是只有撕咬和嚎叫，真正的战争是用脑子。狼群在短暂的骚动后，开始在几位长老的催促下，不情不愿地行动起来。天快亮的时候，负责侦查的3只狼回来了，他们看上去疲惫不堪，眼神里却充满了劫后余生般的恐惧。您说的都对。为首的侦察狼声音都在发抖。他们就在东边那片空地扎营，点着刺眼的灯，周围都是我们没见过的铁丝网。他们把阿雅和狼叔还有其他被抓的同伴都绑在了空地中央的木桩上。另一只侦察狼接着说，我们看到一个同伴因为挣扎得太厉害，失血过多，晕死过去，那些人类就把他拖下去，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恐惧和愤怒在狼群中迅速蔓延。我走到那3只狼面前，蹲下身，仔细嗅了嗅他们身上的味道。你们受伤了？我问他们。是，我们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人类不下的东西，脚被划伤了。那东西很奇怪，没有气味，藏在落叶下面。是地刺。我站起身，看来陈烈已经把陷阱布置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的话让激愤的狼群瞬间冷静下来。如果连最精锐的斥候都无法避开陷阱，那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冲过去，下场可想而知。现在告诉我营地周围的地形。我看着侦查回来的狼，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风向水源植被，所有的一切。侦察狼立刻将他们侦查到的所有信息巨细无遗地向我汇报。我在脑海中迅速构建出一幅立体的战场地图，将陈烈的营地、兵力分布、火力点、陷阱区一一标注出来。不能硬冲。我听完汇报，得出了结论。营地周围太空旷，没有任何遮蔽物，我们一旦靠近，就会成为活靶子。而且他们手里有能连发的火器，还有我们没见过的武器。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阿雅他们被折磨死吗？莉亚红着眼睛质问我，我瞥了她一眼，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转向洛林。我需要一些帮手，一些特别的帮手。洛林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琥珀色的瞳孔微微一缩。你要找他们吗？我肯定的回答。只有找到他们，才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突破人类的防线。夜色如墨，我和洛林站在一处隐蔽的山涧旁。洛林仰起头，对着幽深的峡谷发出了一声奇异的嚎叫，那声音不像平时的狼嚎，带着一种独特的震动频率，在山谷间反复回荡。片刻之后，周围的树林里响起了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无数双绿油油的眼睛在黑暗中亮起，它们从树丛后，从岩石缝隙里悄无声息地钻了出来，缓缓向我们靠近。就是我要找的蛇，各种各样的蛇，有色彩斑斓的毒蛇，也有体型庞大的蟒蛇。它们吐着信子，冰冷的鳞片在月光下闪烁着幽光，悄无声息地将我们包围。一条通体漆黑、头顶有着菱形斑纹的毒蛇游到洛林脚边，昂起头，用那双冰冷的树瞳注视着他。他似乎是这群蛇的首领。洛林低下头与他对视，没有语言，甚至没有声音，他们就像在用某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进行交流。良久，那条黑蛇缠上了我，冰冷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过，我能感觉到他在评估我。我没有动刃由他审视，我知道这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古老法则，想要获得帮助就必须先获得认可。终于，黑蛇向我低下了一只高昂的头颅，像是在行礼，然后他转过身，对着身后成千上万的蛇群发出嘶嘶的声响，蛇群如潮水般退去，转瞬间就消失在了黑暗的丛林里，仿佛从未出现过。他们答应了。狼族还能号令蛇群？我有些惊讶。不是号令，洛林摇了摇头，是古老的盟约。在很久以前，第一代狼王曾经救过蛇族的祖先，作为回报，蛇族承诺会为狼王办3件事。这个盟约已经几百年没有动用过了。他看向我，琥珀色的眼眸在夜色中亮得惊人。为了狼族存亡，必须用掉一次，哪怕这是最后一次。洛林确实值得起狼王的这个称号。蛇是最好的前行者，人类的靠重量捕获猎物的埋伏对他们没有用。我点了点头，但这还不够。蛇群制造的混乱只是第一步，它能为我们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陈烈手上有更厉害的武器。我抬头看着洛林，我需要你去做第2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什么？我要你去毁掉他们的车。陈烈的营地里灯火通明，我和洛林潜伏在距离营地几百米外的一处高地上，借着茂密的灌木丛，冷冷地注视着下面的一切。正如侦察狼所说，阿雅狼叔他们被绑在空地中央，一个个面如死灰，眼神涣散。几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围着篝火，一边喝酒一边大声说笑，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陈烈不在，我眯起眼睛搜寻着他的身影。很快，我在营地最边缘的一辆改装过的装甲车旁看到了他。时间差不多了，我低声对身边的洛林说。洛林点了点头。巨大的狼躯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更深的黑暗里。我深吸一口气，耐心地等待着我为陈烈精心准备的第一份大礼。大概过了10几分钟，营地里突然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叫。一个去林边小便的男人捂着自己的小腿，疯狂地跳着脚，一条小蛇正死死地咬在他的脚环上。这声惨叫像是一个信号，刹那间无数条蛇从四面八方涌入营地，它们从草丛里，从篝火的阴影下，甚至从那些人类的睡袋里钻出来，对着所有能看到的目标发起了无差别的攻击。营地瞬间炸开了锅，他们胡乱地开着枪，但子弹打在地上只能溅起一蓬尘土，根本无法击中那些滑不溜丢的蛇。混乱中，几条最粗壮的蟒蛇悄悄游到了木桩后面，用它们强有力的身体开始绞断那些粗糙的麻绳。阿雅是第一个被解救的，绳子断裂的瞬间，她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向黑暗的森林，头也不回。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获救的喜悦，只有劫后余生般的恐惧和茫然。营地的混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包括陈烈。他一边大声咒骂着，一边指挥手下用火焰喷射器驱赶蛇群。没有人注意到一道金灰色的巨大身影正借着混乱的掩护，如鬼魅般靠近了那辆停在营地边缘的装甲车。那就是我的目标，那辆车才是陈烈最大的依仗，只要毁了它，就等于斩断了他的一条臂膀。洛林从兽人状化为狼形，速度快如闪电。我还为他连夜采集这片大陆最坚硬的玄铁藤，剥去外层硬皮，只取最坚韧的心筋，一针一线缝制成了贴身防弹衣。他绕到装甲车的视觉死角，四肢的肌肉猛然奔张，巨大的狼躯如同炮弹般弹射而起，瞬间就攀上了车顶。他没有丝毫犹豫，锋利的狼爪对准了车顶上最脆弱的通讯天线和观测设备，狠狠地挥了下去。刺啦一声，一阵令人牙酸的金属刮擦声响起，坚硬的合金外壳在他的利爪下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被撕开了几道狰狞的口子，火花四溅。车内的警报器发出了刺耳的尖笑。
不好，有狼偷袭！陈烈终于反应过来，他猛地回头，看到了车顶上那个宛如魔神般的巨大身影，瞳孔骤然紧缩。开火！给我打死那头畜生！他声嘶力竭地怒吼着，无数的枪口瞬间调转方向，对准了车顶的洛林。我的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洛林的身影快如闪电，只在空中留下一道一道的残影。他那身金灰色的皮毛在火光下流转着暗沉的金属光泽，寻常的步枪子弹竟只能在他身上擦出一连串炫目的火星，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白痕。我连夜缝制的防弹衣果然保护住了洛林，但这并非毫发无伤，几颗大口径的子弹还是撕开了他肩胛处的防御，带起一捧血雾。洛林发出一声震彻山林的痛吼，他没有躲闪，反而迎着弹雨，用尽全身力气，将锋利的前爪狠狠插进了装甲车的车顶。巨大的金属顶盖被他硬生生掀开了一个恐怖的缺口。他像一尊发怒的神祇，居高临下的对着车内惊恐的人类喷吐出灼热的鼻息。下一秒，他借着后灯的力量，庞大身躯从车顶一跃而下，如同一块陨石轰然落地，地面都为之震颤。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一个佣兵下的声音都变了调。陈烈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他死死盯着洛林身上那几个不断渗血的伤口，眼中非但没有喜悦，反而涌动着一种近乎贪婪的狂热。我就知道。他喃喃自语，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普通的生物不可能有这种防御力，这是基因的奇迹。这就是我要找的。借着阴影，无声无息地向他靠近，他所有的注意力都被洛林的杀戮所吸引。那张我曾经无比熟悉，如今却只剩憎恶的脸上，交织着恐惧与兴奋的扭曲表情。就是现在，我双腿发力，从他侧后方的阴影中抱起，手中的木矛对准他的后心，狠狠刺了过去。这一击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然而陈烈的反应却超出了我的预料。他仿佛背后长了眼睛，在我即将得手的瞬间，一个匪夷所思的侧身，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致命一击。木矛擦着他的肋下划过，带起一道血痕。他吃痛的闷哼一声，猛然转身，四目相对，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怕了。陈烈的笑容越发肆意，那双眼睛闪烁着毒蛇般的光。蒂娜，你还是老样子，一戳就破。我应该怕你吗？我强迫自己挺直脊梁，声音却不受控制的带着一丝颤音。一个连女人都打不过，只能靠偷袭和暗算的废物。我的话成功让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瞬，嘴还是那么硬。他冷哼一声，目光落在我手中的木矛上，鄙夷之色毫不掩饰。就凭这个一根破木头。他忽然抬手指了指远处，那个金灰色的身影每一次扑杀都带起一片血雾。看看你的新欢多威风。他啧啧称奇，语气却充满了恶毒的嫉妒。可惜啊，他再厉害也只是头野兽。你知道野兽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是没脑子。陈烈一字一顿。他们不懂什么叫科技，不懂什么叫战术。只要我愿意，一颗小小的子弹就能让他那颗引以为傲的脑袋开出一朵绚烂的雪花。他的话音未落，一个原本在洛林爪下苟延残喘的士兵，竟从怀里摸出了一枚手雷，嘶吼着拉开了引线，朝洛林扑了过去。洛林小心！我失声尖叫，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瞬间停止了跳动。那金灰色的身影反应快到极致，他甚至没有回头，反身一爪，精准地拍飞了那枚冒着青烟的手雷。轰的一声巨响，手雷在远处的空地上炸开，我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看到了吗？陈烈的声音悠悠传来，像地狱的魔咒。多惊险！这就是你们的极限，而我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能让你们万劫不复。他摊开手，露出了一个得意的、属于胜利者的微笑。蒂娜，别傻了，你跟我才是一类人。我们聪明，我们懂得利用规则。那头蠢狼它配不上你，它只是你的工具，你的宠物。你给我闭嘴！我终于抑制不住，发出一声怒吼。他的每一个字都在亵渎洛林，那个会笨拙地为我舔舐伤口，会用自己最柔软的腹部对着我，会将我护在身后对抗全世界的洛林。他不懂什么叫背叛，不懂什么叫利用。他的世界黑白分明，爱就是付出一切。你永远不会懂。我看着他，眼中的恐惧褪去，只剩下冰冷的憎恨和一丝怜悯。一个永远无法体会真挚情感，只能在权欲和贪婪的泥沼里打滚的可悲生物。陈烈，你的世界太小了，小到只能装下你自己。我的平静似乎比我的愤怒更让他恼火，他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的阴鸷。给脸不要脸！他低声咒骂，从腰后缓缓抽出了一把黑色的手枪，冰冷的金属枪口对准了我的眉心。我改主意了。他舔了舔嘴唇，眼神重新变得狂热。活的实验素材固然好，但一个不听话的，还是先打断四肢比较方便。我转头往林子深处跑去，我用尽全身力气往前跑去，陈烈在身后穷追不舍。
终于到了我和洛林设下的圈套范围内，我脚下一个踉跄，顺势摔倒在地，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他得意的笑声在林间回荡。累了吗？求我啊，蒂娜，像以前一样，说不定我会发善心。我趴在地上，眼中的软弱瞬间被冰冷的杀意取代。我爬起来，头也不回地冲向我们计划中的终点。一片巨大的沼泽地横亘在我面前，表面铺满了干枯的树叶与杂乱的野草，伪装的天衣无缝。除了我和洛林，任谁也看不出底下暗藏杀机。这是我们昨夜连夜布下的死局。墨绿色的泥潭上漂浮着一层看似无害的苔藓和水草，偶尔冒出1-2个浑浊的气泡。洛林告诉我，这片沼泽有个名字，叫吞噬者之口。再强壮的野兽一旦陷进去，也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沼泽边缘，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回头看着追上来的陈烈，眼中假装充满了绝望和恐惧。他停在我几米外，用手里的枪指着我，脸上是胜利者独有的令人作呕的微笑。怎么不跑了，我亲爱的蒂娜？他一步步走近，语气温柔的仿佛情人间的呢喃。游戏结束了。我死死盯着他，眼底那点伪装的脆弱，在下一秒化作引动天地的引子。为了让这沼泽彻底变成死地，我开始哭泣，眼泪一落下，天空骤然暗沉，狂风卷着乌云压顶而来，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泥地上，雨越下越猛，原本就松软的泥潭被彻底泡透化开，只要等片刻，这里就会成为连挣扎都做不到的炼狱，让陈烈插翅难飞，逃无可逃。陈烈看到我哭，变得更兴奋了。你别过来！我声音颤抖，一步步后退，一只脚已经踩在了沼泽的边缘，泥水瞬间漫上脚踝。他笑得更开心了。过来，当然要过来，我为你而来。你看我们多有缘分。他的目光在我银灰色的兽人形态上流连，充满了赤裸裸的占有欲。真美，比你是人形的时候更有一股野性，我喜欢。他终于踏出了那一步。那决定性的一步，他踏上了那片看起来最坚实、铺满绿色苔藓的地面。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变慢了，我看到他的脚，连同他那昂贵的作战靴，瞬间陷了下去。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丝错愕爬上他的眉梢。他想把脚拔出来，但那片土地仿佛有了生命，一股巨大的吸力将他死死拽住。他越是用力，下陷的越快。该死！这是什么鬼地方？他咒骂了一句，试图用另一只脚寻找支撑点，但他踩下的第二脚同样陷入了泥沼之中。恐慌取代了他脸上所有的自负和得意。蒂娜，快拉我一把，找根树枝。他朝我伸出手，语气急切。我站安全的一侧，冷冷地看着他。就你陈烈，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他的耳朵里。是你亲手杀了我啊！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他终于意识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追捕，这是一个陷阱，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死亡陷阱。你算计我！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我歪了歪头，欣赏着他惊慌失措的模样。你不是喜欢看猎物挣扎吗？现在你就是那个猎物，好好享受吧。泥沼已经淹没到了他的大腿，他疯狂地挣扎，却只是徒劳。那片沼泽就像一张贪婪的大口，耐心的一点点地将它吞噬。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金色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身后，是洛林。他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那里，用那双不含任何感情的琥珀色树瞳漠然地注视着在泥浆中挣扎的陈烈。陈烈的呼吸停滞了，他看着洛林，再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从恐惧变成了彻底的崩溃。怪物，你们都是怪物！他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蒂娜，你被这个畜生蛊惑了，你忘了吗？你也是人，你不是这种茹毛饮血的怪物。蛊惑！我笑了，我看着他因为缺氧而涨红的脸，看着他因为恐惧而扭曲的五官，心中涌起的不是复仇的快感，而是一种彻骨的悲凉。人，我轻声重复着这个词，像是在品尝什么苦涩的果实。没错，我为了你牺牲10年的寿命幻化人形，所以我被你背叛，被你欺骗，被你亲手杀害。他的叫嚣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濒死的呵呵的喘息。他终于放弃了挣扎，任由那冰冷黏腻的泥沼将他一寸寸吞没。沼泽已经没过了他的胸口，当最后一个气泡从泥沼中冒出，这片湿地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回家。我忽然觉得很累，一种从灵魂深处泛起的疲惫。我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做，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洛林顺势俯下身，用那颗硕大的头颅轻轻拱了拱我，示意我爬到他的背上去。我毫不犹豫地照做了。他的背宽阔而平稳，像一张移动的床。我蜷缩起来，将脸颊贴在他的脊背上，感受着他行走时肌肉有节奏的起伏。丛林的光影在眼前飞速后退，耳边是风声，是他的脚步声，是平稳而有力的心跳声。我闭上眼睛，在颠簸中沉沉睡去。这场大雨过后，一切归于平静。往后的日子里，我用我上一世在人类那里学到的知识，用我的一切带领狼群，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脱离原始，走向文明。